二哥，我之前跟你说的，让姜糖糖跟赵家三少联姻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这还用考虑？这土包子能傍上赵家这样的豪门，那是他的福气。再者说，他正好需要赵家手里的2个公主，也算是物尽其用。真是开了眼了，世上还有这么不要脸的人。那谁不知道赵家那3公子是个傻子，把自己的亲闺女卖给一个傻子当童养媳，这是人干的事儿？我不干人事，大哥，你干的出格的事儿还少。我劝你啊，还是管好你自己吧。你们这样安排，那孩子同意吗？爸，你放心吧，一个小孩子他懂什么呀？肯定会答应的。我同意。没教养，这是你说话的地儿吗？你这穿的是什么鬼样子？真给我丢人！穿成这样也比你给我的破衣烂衫强。而且我为什么不能说话？你们听信谣言，关我禁闭，还不给我吃喝，又推我进火坑。难道你们还想继续多嘴？虎毒尚且不食子，你们如此对待亲生女儿，怎配为人父母啊？你他妈敢这样跟老子说话？你行了，满嘴脏话，张牙舞爪，你的教养呢？对不起，爸。爷爷，孙女有话想跟我说。这孩子小小年纪倒是沉得住气，礼仪十分标准。你说，父慈父能子孝，既然糖糖父亲不慈，糖糖恳请爷爷为糖糖换一位父亲。这孩子言辞大胆犀利，礼仪还如此出众，倒是有几分我年轻时候的样子。嘿，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供你吃喝，你竟然连换父亲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行了，你如果不想待在姜家的话，就给我滚回乡下温州去。我看你是真的得了失心疯了。行，赵家你也不用去，你还是去精神病院治治脑子吧。我看治脑子的该是你。这是你们的亲生女儿，又走失了多年，好不容易找回来，你们不弥补缺失多年的亲情，还这样糟蹋她，你们枉为人父。孩子，你不想跟你爸妈住，那你跟你爷爷一起住吧。我自然愿意撤换爷爷膝下，只是爷爷年纪大了，如果时时让爷爷操心的话，那就是糖糖不孝了。这孩子不但机灵聪慧，还孝顺懂事，会是我的孙女啊。好吧，既然如此，那你想让谁当你的父亲啊？我要他当我爸爸。啊？啥？你要我当你爸？你确定？你可真会选，选了一个最不会当爹的人。我大哥那可是有名的大纨绔，小心他喝多了把你拿去喂鳄鱼。还纨绔，选了就别后悔，到时候可千万不要哭着来求我啊！你有病吧？他认我当爸，怎么会求到你这个脑残头上？来，闺女，到爸这儿来。哎呀，闺女，你爹我虽然不靠谱，但是
绝对不会干出把你卖给傻子当童养媳的恶心事儿，更不会把你喂鳄鱼。走，跟爹回家享福去。好。哎呀，来吃顿饭，白捡个闺女，开心。这浪荡玩意儿，真的能带好孩子吗？糖糖，我有点好奇，你为什么选我当你爸爸呀？因为那谁不知道赵家那三公子是个傻子，把自己的亲闺女卖给一个傻子当童养媳，这是人干的事儿？啊，父皇，从今往后，朕的梨儿就是大姑娘了。因为我从见您的第一眼起，我就觉得您应该是我的父亲。父亲在上，请受女儿一拜。在这个陌生的年代，能遇到与您如此相似之人，保护我、疼爱我，女儿真的很幸运。哎呀，闺女，快起来，快起来！怎么还磕上头了？爸爸对我好，我给爸爸磕头是应该的。老二这两口子不做人，看把这孩子都给 PUA 成啥样了。李婶儿，去让人给我闺女买500套新衣服，啊不，1000套，再去准备一间套房，明天请设计师来装修成公主房。宝贝闺女，爸跟你说，你是我江巡的女儿，以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哪怕是你把天捅了个窟窿，爸给你补。以后啊，不用这么小心翼翼。爸爸，你就是全天下最好的爸爸。宝贝闺女。看来虽然时代更迭，可这千年之后的豪门规矩仍如皇室一般。江老爷子掌握着江家绝对的权力，谁能取得他的欢心，谁就能继承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不过今日本公主来了，这江氏的归属只有本公主说了算。父亲，世人皆朝你玩功，向你无用，本公主偏要将你送上天峰，世子之争，成王败寇。小姐，来吃点水果。谢谢李婶。李婶，对了，爸爸这几天呢？怎么一直没看到他呀？还能去哪儿？还不就是泡吧、打牌，还有飙车、赛马。这几年啊，少爷迷上了斗鳄鱼，还管鳄鱼叫什么小可爱。哎呀，少爷这么天天不务正业，我们真是急死了。可是就是没人能管得了他。李婶，我跟你说，你见到爸爸就跟他说这个。还是小姐机灵，这一招啊，对少爷准好用。我这就去啊。小小姐这几天哭得厉害，恐怕是想家了。你快去看看吧。想个屁！那个狼巢虎穴有什么好想的？
哎呀，宝贝闺女，你怎么了？爸爸。哎呀，不哭。跟爸爸说怎么了？是不是想要小裙子，还是想出去玩？那个，爸爸让李婶儿带你去游乐场，好不好？为什么不是爸爸带我去游乐园？那个，爸爸主要是忙。忙什么呢？跑车、跑道还是打麻将？我知道，在爸爸心里，跑车什么的比陪糖糖还开心。没有，跑车什么的都是身外之物，糖糖才是最重要的。我不信，昨天我想看看爸爸的车，保镖叔叔不让我看，他说这是您的宝贝，不能让外人接触。李婶儿，去，把跑车都给我卖了。是。糖糖，你看，跑车那些对爸爸来说都不重要。我的跑车呀，那些可都是限量版的。还有鳄鱼，爸爸管鳄鱼这小可爱，难道糖糖没小鳄鱼可爱吗？把鳄鱼也去给我卖了。是。还有酒吧和麻将，我知道爸爸玩这些的时候，比陪糖糖还开心。江月儿说我是个没人喜欢没人要的小孩子，难道爸爸也不喜欢我了吗？唉，这孩子从小就爹不疼娘不爱的，我把他带回来就不管了，那也太不是东西了。去，把酒吧也给我卖了，麻将也给我扔了，把那鳄鱼给我宰了，给我闺女炖了吃肉。是。谢谢爸爸。宝贝儿闺女，你跟爸爸还客气什么？你看，哭了这么半天，眼睛都哭肿了。爸爸给你拿着毛巾敷一敷，敷好了，肉也炖好了。还得是小小姐几句话就把少爷搞定了。那跑车鳄鱼，老爷骂了多少次了，少爷听都不带听的，真是好了。少爷呀，要迷途知返了。我好不容易养大的鳄鱼呀！少爷，夫人来电话说，老爷子想见小小姐，让你们过去一起吃饭。让他等着，我今天就非要先吃这鳄鱼。来，糖糖，吃。哎呀，我的鳄鱼！好吃，香而不腻，又有嚼劲。糖糖，你快尝尝。好好吃，不愧是我的爸爸，连养一个鳄鱼都这么好吃。那是，我这鳄鱼每天喂的都是现捞的活鱼虾，每天都在生态池里面逆流游2公里呢。不过咱们不去爷爷家吃饭，爷爷会不会不高兴呀？管他高兴不高兴，反正他也不在意我，无所谓。来，糖糖，吃。哎呀，他让我等着。阿寻或许有事情要忙呢。他能有什么事啊？不就是吃喝玩乐，还有啊，就是鼓捣他那几个破鳄鱼。大少爷来了。你还知道来啊？对不
起爷爷，是糖糖不好。爸爸为了哄糖糖开心，就把他养的鳄鱼给宰了，给糖糖吃。糖糖爱吃，所以就来晚了。我这是幻听了，鳄鱼可是这混小子的心肝宝贝，他竟然给宰了。那鳄鱼肉你们吃完了吗？没有，爸爸把鳄鱼都宰了，还有好多好多呢。来啊，把鳄鱼肉拿过来，我也要吃。哼，当初因为那几条破鳄鱼，这小子气得我肝疼好几天。今儿啊，我也要尝尝他的鳄鱼肉。果然好吃。这鳄鱼啊，早就该宰了。爷爷，爸爸可不光把鳄鱼宰了呢，爸爸把酒也扔了，麻将也扔了，还有他的跑车，统统都卖掉了，换来的钱要给糖糖买小裙子呢。啊？什么？这混账玩意儿，真的能改邪归正？嘿嘿，糖糖，来，爷爷啊，给你个任务，只要你完成得好，爷爷就送一份大礼给你。什么任务？看看你爸啊，做没个坐相，站没个站相，哪有半点江家人的气质？下周呀是爷爷的寿宴，只要你那天啊能让你爸人模人样的出现，爷爷就把这云雀山庄送给你。云雀山庄，那可是价值10亿的豪宅。看来爷爷还是很在乎父亲的，这是个好机会。没问题，爷爷，包在我身上。嘿，不可能！我江巡今儿就把话撂这儿，就算天塌下来，就算我从这儿跳下去，我都不可能屈服他。你，闺女，这站姿，爸爸还要练多久啊？练习太训，循序渐进。爸爸，你才刚开始，依我看，你再半个时辰吧。半个时辰？半个时辰是多久啊？少爷，半个时辰就是1个小时。一个小时？不许原的，战如松。欲夺大位，必先正一关。父亲，夺位计划从今时开始。真是没想到，你爸竟然会那么喜欢江糖糖，早知道就不把他送给江巡了，白白的给他添了份助力。要我说，爸就是一时昏了头，我们月儿可比那个江糖糖强100倍。等下周爸的寿宴上，让咱们月儿好好出次风头，肯定能压过那个江糖糖。月儿，你准备了什么寿礼啊？妈，爸最喜欢的就是大凤朝文化。这一次，我特意高价收购了一本大凤朝曲谱。虽然这曲谱是残缺的，但却是嫡公主江离所著。到时候让月儿在寿宴上弹奏这首曲子，作为厚礼。好，这份寿礼好，简直是送到了老爷子的心坎上了。月儿啊，你要好好的准备，你一旦演奏成功，你爷爷一定会更看重你的。奶奶，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江糖糖，我一定要把你狠狠地踩在脚下。闺女，怎么样？爸这一身帅不帅？气不气派？真帅。似乎还差了那么一点点。还差？爸爸，我觉得你还需要改造那么一下下。啊？那小子怎么还不来啊？也不知道有没有练出点样子来。陈少，这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怎么没见到江大少爷人呢？我哥最近啊忙着练习礼仪，
这恐怕是练得太入迷，忘记时间了。金大少爷都快30了，这京城玩跨，他称第一，没人敢争第二，还练你，画虎不成反类犬吧？谁还不知道江大少就爱人字拖、花衬衫、大金链子、小耳钉？我还挺期待他穿这一身优雅行礼会是什么样。能成什么样？不过是东施效颦罢了。有糖糖在，这混小子应该不会瞎搞吧？江雪江小姐到。你是不是眼花了？这真的是江巡？确实啊，这人靠衣装，马靠鞍，这简直就像一个活脱脱的霸道总裁。这怎么可能是江巡？简直跟换了个人一样。这该不会是回来跟你成家似的吧？皇上，表面打扮的再风光，背地里还不是个草包废物，他能兴起什么样的风浪？那可未必。我看大哥现在就很有江家长子的气势。爸，生日快乐！爷爷，生日快乐！祝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嘿嘿嘿，好，好，好。爷爷，你看我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啊？你的任务完成的很好，终于把你爸呀变成人模人样的了啊！爷爷啊，也说话算话。来人啊，把云雀山庄的房产证拿来。糖糖，这是爷爷给你的奖励。谢谢爷爷，糖糖太喜欢了。宝贝闺女开心，老二一家子闹心。嘿，这1礼拜的罪没白遭，值了。价值10个亿的银雀山庄，说送就送。看来这小丫头在江老爷子心里面分量挺重啊。本来以为江神接手江氏是板上钉钉的事，现在看来还略有变化。等会儿给你爷爷送寿礼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他的风头给我抢回来，听到了吗？诸位嘉宾，吉时已到，恭请诸位为我们家老爷献上贺礼贺寿。我送江老千年灵芝一对，恭祝江老身体安康，寿比南山。我送张老金财神一尊，祝您松鹤延年，江氏基业永固。好，好，好，谢谢，谢谢。爷爷，月儿也有礼物送给您。哦，你有什么礼物呀？孙女知道您喜欢大凤朝文化，所以我准备为您演奏大凤公主江离的《云上青曲》，演奏我的曲子。云外青音曲，哎呀，这首曲子失传了很多年了。是失传了，不过爸爸知道爷爷喜欢，就想尽办法找到了曲谱的残页。原来是残页。爸，这月儿得到残页之后啊，那是喜欢的不行，在家里那是日日练，夜夜练。这听过的人呀，都说像回到了几百年前的大凤宫，听江离公主亲自演奏一样。正好，古琴圣手孙大师也在，那我们就洗耳恭听了。好，我倒要听听他能把我的曲子弹成什么样。这确实是我的曲子，可惜弹得太烂。糖糖，你别有压力，那江月儿弹得跟弹棉花一样，难听死了。我要是那江离公主，我得气得从棺材板里爬出来。我谢谢你啊！哎，这怎么停了？爷爷，曲谱到这里就结束了。哎呀，可惜了，这么好的曲子不能听个完整的。爷爷，你还没说我弹的怎么样呢？
哎呀，当然弹得很好啦！啊，姐姐，我的礼物送完了，你给爷爷准备了什么呀？哎，姐姐啊，已经把他老子呀改造成人样了，这就是最好的礼物。爷爷啊，不需要其他的礼物了。可是大家可都送了礼物，姐姐不送也太奇怪了吧？爷爷，我有给您准备礼物。啊，你有什么礼物啊？说来也巧，我为您准备的礼物，这是完整的云外轻音曲。啊？啊？这完整的云外轻音曲？胡说八道！云外轻音曲早已失传，你哪来的完整版？你说没有就没有啊？莫非你跟那位大凤国公主对过话了？你女儿弹那么难听，我闺女弹一首完整的，给老爷子洗洗耳朵，不行吗？行，怪不得他要认你当爹，你们两个可真是一模一样，这脸皮子比鞋底都厚。要是这个土包子能弹出完整的云外轻音曲，那我倒立吃屎3斤。行了，糖糖，你能……爷爷，你放心，我真的会弹完整的曲子。如果你不信，我现在就弹给你听。再怎么也不能伤了孩子的心。反正啊，没有人知道完整曲子到底是什么样。我说是，那就是。好，正好古筝圣手孙大师也在，那我们就洗耳恭听了。他怎么可能会弹云外轻曲？江玉儿，既然你想要找羞辱，我就成全你。这是后面的曲，这梵音，这轮子简直是绝了！云外轻音曲是我10岁时为父皇贺寿所作，绝不可为小人利用。这是阴为水魂，水为阴行，清阴一起，天下水生。这首曲子就是真的云外轻音曲。古籍记载，江离公主所作这云外轻音曲有一个神妙的之处，就是弹至高潮所在之处，只要有水，这水波必会荡漾。正所谓阴为水魂，水为阴行是也。没错，我刚刚杯里的酒确实动了一下。没想到啊，我有生之年还能听到完整的云外轻音曲啊！老姜，你这孙女可真是厉害呀！那是啊，我们江家的血脉自然不凡呐。爷爷，你喜欢我送您的礼物吗？哎呀，喜欢，这是今年爷爷收到的最好礼物啊！爸，你也太偏心了吧！你这样说，月儿心里得多难受啊！他难受不是他自找的吗？糖糖本来没有要弹，是他非要糖糖弹，这叫什么？这叫自取其辱。还有你，说好的倒立吃屎还没吃，不可能！他怎么可能会完整版的云外轻音曲？这首曲子早就已经失传了，就连残篇都已经是价值千金。他一个乡下来的丫头片子，哪来的完整版？你这是在质疑我吗？如果不是云外轻音曲，那刚才的水纹波动是怎么回事？那肯定是巧合。动了，又动了，果然江小姐弹的就是真正的云外轻音曲。现在你可变成现实了吗？二说，
哼，自取其辱。小丫头，老夫有一事相商。您请说。这云外清音曲是历史的瑰宝，你能不能把这曲谱记录下来，献给国家，也算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没问题，一会儿我就写下来交给您。小姑娘不仅是天纵奇才，而且深明大义。老姜啊，你这孙女儿是这个。哎，糖糖，来，你算是给我们姜家争气了，那爷爷也要好好的奖励奖励你。这样吧，我送你姜氏集团10%的股份。谢谢爷爷。嚯，这老爷子倒是难得大方。走，爷爷带你去见几位音乐大师啊。你也一起过来，沾你闺女的光，受受艺术熏陶。哦，对了，二弟，哥好心提醒你，3斤10可不少呢，早点准备。要是不够的话，告诉我，哥帮你。哎呀，大哥现在手里相当于拥有咱们姜氏公司20%的股份，仅次于咱爸。二哥，你的地位不稳啊。江许，我本来不想用这招，是你自己找死。喂，你过来吧，把你一起回就行。江许，既然9年前的事儿没能让你好好长记性，今天就帮你回忆回忆。阿许，我知道错了，我求求你不要打掉我们的孩子。阿许，不是你谁呀？你有病吧？我知道你孩子是我的气，可是孩子是无辜的，我可以不要米饭，我求求你留下他吧。这是怎么回事啊？哎爸，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这大哥又跟9年前一样不长记性，把女人的肚子搞大了。哎，不过这次学聪明，知道逼人打胎了。阿群啊，你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告诉家里？哎，还闹到你爸的少爷上来。你们少他妈给老子扣舌！这女人我根本就不认识。各位，今天的寿宴就到这儿吧，还请各位多多包涵，慢走，慢走。江许，你也跟我来。此事必有蹊跷。医生，报面试。好，知道了。老爷，阿晨说那个女人流产了，还大出血，医院正在抢救。这个畜生啊！9年前就是因为你管不住自己的裤裆，害死了你的自己孩子，你现在还不长记性吗？我说了，那个女人我根本就不认识。姜家宴会是什么地方？她没有怀你的种，她敢来闹吗？哎呀，老爷，你消消气啊，消消气。阿群，你就不要再犟了，快跟你父亲道个歉，承认错误。我没错，我再说一遍，我不认识那个女人。你没想到我姜梦人的儿子是一个敢做不敢当的老种，你给我滚回池塘去，在你妈牌位面前好好反省。看到了吗？你选的爸爸就是烂泥扶不上墙，想压过我，简直就是做梦！做梦！你想用这点手段贿赂爸爸，这才是做梦。爷爷，我相信爸爸是清白的。现在够乱了，你一个小孩子懂什么？少在这儿添油加醋，火上浇油。奶奶，火上浇的人是你吧？
奶奶，火上浇的人是你吧？你在这胡说什么？爷正在气头上，你非但不劝，反而一口咬定爸爸有错。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难道你跟那个女人认识？还有，现在舆论这么大，媒体都处在医院，这么紧要的时候，二叔为什么去医院，让自己暴露在媒体面前？他当然是去处理舆情。将使公关部是个摆设吗？需要二叔亲自处理，还是说有些东西需要二叔亲手去处理？你居然敢这样质问我啊！你简直是目无尊长，你没教养！爷爷，我已经让李婶去取胎儿的生理样本，做个亲子鉴定，真相如何，马上就会水落石出。啊！奶奶，刚刚糖糖一时情急，都有冒犯，糖糖自请和父亲一同去慈兰反省。爸爸，咱们走吧。这孩子小小年纪，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抓住关键，还做出安排，给他老子争取了机会。老爷，你不要听糖糖瞎说，这事根本就……老爷，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快来给我看！老爷，少爷真的是无辜的。看来我真的是冤枉阿寻了。是不是要给我解释一下呀？哎呀，看来我是误会阿寻了。毕竟他9年前也做过这种事，我难免先入为主了。老陈，大爷，你去调查一下这个女人是什么来路，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指使，给我儿子泼脏水。是。看来你爸听了那个死丫头的话气醒了，赶紧通知阿珍处理干净。那个小丫头还真是有意思。我再说一遍，我不认识那个女人。爷爷，我相信爸爸是清白的。看来我这次太冲动了。糖糖，跪了这么久，膝盖疼不疼？不疼。傻丫头，这事和你没关系，是害你陪我一起来受罪。哎，不过，闺女，你可真聪明，居然能想到做亲子鉴定，还把那老太婆气得脸都绿了。因为我相信爸爸，爸爸这么善良，还对我这么好，怎么会做出那种事啊？糖糖，9年了，只有你相信我。哎，不像你爷爷那个老糊涂。哎呀，我看啊，他就是眼盲心瞎，是非不分。我看他这大半辈子都白活了，被那个老太婆骗得团团转。像他这种人啊，在短剧里面演反派都活不过3集。这个老头子，我爸爸，你生气是因为你心里难过，对不对？奶奶说，她这次所以诬陷你，是因为你9年前也做了一样的事，但我觉得你不会做出那种事。你9年前也是被诬陷的，对吗？哎呀，陈年往事提他干嘛呀？哎，糖糖，来，爸爸陪你看动画片，来。我不看动画片，
爸爸就是觉得我是小孩子靠不住，所以不告诉我。哼，以后我再也不相信爸爸了。哎，别呀，糖糖，你可不能不相信爸爸。哎呀，好，好，好，小祖宗，我投降。爸告诉你啊，其实9年前也是江辰陷害的我，他给我下毒送女人，后来也是在一场宴会上，那个女人抱着孩子，拿着亲子鉴定就找了过来，说我始乱终弃。后来媒体也知道了，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哦，原来是这样啊！简直和今天的事如出一辙啊！对，就是如出一辙。今天的事儿，恐怕也是江辰做的。但你和二叔是兄弟啊，他为什么要一直陷害你啊？什么兄弟啊？他妈就是一个小三儿。江辰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的陷害我，无非就是想让老爷子对我彻底失望，好接手江氏集团。我看呀，这老爷子也是真糊涂，这么简单的事情都看不明白。江辰，是你？老陈啊，你再去调查一下9年前那件事。老爷，调查结果显示，今天闹事的那个女人确实和大少爷毫无关系，但也没查到她和二少爷有关系。不过，继续说。不过有个蹊跷之处，9年前和这次事件的媒体都是经二少爷的手安排的，2次记者的名单中有7成是重合的。混账东西！一次巧合，2次还能意外吗？去，把江辰那小子给我叫过来。是。老爷，二少爷到。爸，您找我？医院那边的事儿处理好了啊？是的，虽然那个女人没有抢救回来，但是我已经尽力把舆论降到了最低。既然你善于搞舆论，那你就去公关部，爸，免得浪费了跟媒体的关系。爸，你听我解释。还解释什么啊？竟然为了自己的私利，一再抹黑江群，连江家的名声都不顾了吗？来人啊，把他给我拖到院子里狠狠打！老爷，他一晚上都在尽心尽力的忙，你为什么要打他呀？哼，尽心尽力，他特意找来媒体抹黑了大哥和江家的名声，倒是护着你的儿子啊！其他事情上，你也护着他吗？再给我打10鞭子，让他好好长长记性。打！都怪那个死丫头，要不是她，我早把江旭安死。老爷子也不会怀疑。等我伤好了，我一定要好好收拾他。你收拾他？现在江糖糖是你爸的掌上明珠，你惹他，嫌你自己死得不够早吗？而且江糖糖的手上有10%的股份。和江巡的加起来，足足有20%的股份，仅次于你爸。公司的那帮股东，个个都精得很。这个消息要是放出去，你说，他们会不会选择暗地里重新站队？会不会帮助江巡来夺取江氏继承人的位置？那妈，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显然，江糖糖是真正的美玉，是我们看走了眼。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江糖糖哄回来，重新认你们当爸妈，这样我们的手上就有26%的股份。江巡，他根本不敢和我们抢。明天你就去好好哄哄那个江糖糖。之前你一对他笑，他就能高兴一整天。这次你多说点好话，我保证他会对你死心塌地的。还是要多准备点礼物，以防万一。好。
阿雪啊，这次啊是我错怪你了，我给你道个歉。无所谓，你眼盲心瞎，我都习惯了。闺女，走。哎，阿雪，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突然想起来了，这糖糖的学校还没安排好吧？要不我来安排，送他去最好的国际学校。那爷爷，国际学校好玩吗？好玩啊，里面啊有很多有趣的课程，还有各个国家的小朋友。糖糖去了一定很开心。好，爸爸，我要去国际学校。算了，这老头子也难得低头，就给他个面子。那我闺女要去最好的班级，哎，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啊！走吧，糖糖，咱们回家。爸爸，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去上个厕所。那我陪你。不用，我自己可以上。思姐啊，对不起。爷爷，哎，你怎么回来了？爷爷，我有件事想问您。嘿，你这小丫头，人小鬼大，说吧，有什么事要问我？爷爷，虽然您总说爸爸不学武术，但对他也有成见。可是，在您心里还是很在乎爸爸的吧？唉，阿寻啊，是我第一个孩子，爷爷怎么能不在乎他呀？我还记得他刚出生的时候，就这么小一团，躺在我怀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那一刻，我发誓要把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那你和爸爸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子？这件事儿说到底啊，也怪我。阿寻妈妈意外去世，我颓废了很久，结果不小心中了对手的暗算。当时啊，叶雅芳也在场，我为了负责娶了叶雅芳，阿寻就觉得我背叛了他妈妈，开始啊自暴自弃。他是一个极有天赋的孩子，我看到他这样糟蹋自己，就想把他搬回来，结果呀事与愿违，关系越老越僵。阿寻是我第一个孩子，我看着他这样堕落下去，我的心里比刀割还难受。将来我怎么有脸去见他妈妈？爷爷对爸爸的感情还是很深的，爸爸还是很有机会的。爷爷，您别伤心，我有办法改变爸爸。你有什么办法？天机不可泄露。爷爷，你到时候就知道了，可得信任点，好好配合我哦。好，爷爷呀，都听你的。我说少爷，您这一下午在客厅转了800个圈了，您就消停会儿吧。小小姐马上就回来了。哎呀，你不懂，那俗话说得好，儿行百里爹饭愁。哎，也不知道我闺女在新学校适不适应，跟老师同学相处的怎么样？哎，小小姐，你回来了。爸爸，
哎呀，宝贝儿闺女，你回来了，爸爸想死你了。来，跟爸说说，今天在新学校适不适应啊？跟老师相处的怎么样？作业难不难？挺开心的，老师同学也对我很好，只是什么？你说。只是老师留下来的作业，我有几道题不会。别人都说爸爸不学武术，我倒要看看不学武术到什么程度，再做下一步的打算。嗨，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会就不会吧，那就空着呗。今天呢，爸爸给你买了几件新玩具，走，爸带你去看看。我不看，我要在家写作业。第一天上学就完成不了作业，多丢人啊！爸爸，你陪我写作业，教教我嘛。好，都听你的。哎，教就教吧，这小学2年级的题还能难到哪儿去？这道题。怎么了，爸爸？你不会吗？这怎么可能呢？小学2年级的题，爸爸怎么可能不会呢？爸这就教你，来，你看啊，像这道题就很简单嘛。这什么伯伯呀？农民伯伯嘛。还有这个，大什么干什么，大肠杆菌，大便干燥。这对吗？对呀，没毛病。你看这个下一题就更简单了，像这个先什么后什么，那肯定是先切后议呀。先切后议。对呀，闺女，爸跟你说，打团的时候一定要先切射手，不能让他把你进。大哥，你自己不学无术，还要把孩子也教废吗？你是来教我做事啊？还有，这里是我家，谁让你进来的？糖糖是我亲生女儿，我来看自己的孩子，还用得着你批准吗？糖糖，今天是你第1天上学，妈妈这心里啊很是惦记，所以特意过来看看你，还给你带来了一点小礼物。把东西都送进来。糖糖，你看，这些呀都是妈妈专门给你挑选的。你看，这些衣服都是各大品牌里最流行的新款。哦，还有这些小首饰，都是像你这么大年纪的女孩子里最受欢迎的。你在这儿装什么慈母啊？当初是你们自己抛弃糖糖，现在又来讨好，怎么看糖糖现在出色了，想后悔了？大哥说笑了，糖糖是我的亲生女儿，亲妈来看自己的孩子，还用得着理由吗？糖糖，乖，到妈妈这儿来，好不好呀？谢谢二婶的礼物，我不用这些东西，我想要什么东西，我爸爸会给我买。没错，我闺女说的对，小爷我有的是钱，别说你这些便宜货，就算他想要整个巴黎的时装街，我也可以给他买下来，让他随便逛。你除了会砸钱还会干嘛？糖糖现在需要的是精英教育，而你呢，连个基础的成语填空都不会。姐姐，爸爸妈妈都是常青藤毕业的，辅导你功课最合适了，跟我们回家吧，保证你科科满分。糖糖，乖，跟妈妈回家，妈妈亲自教你。二婶，麻烦你搞清楚，你现在不是我妈妈，我爸爸也能教我功课，你们会的，我爸爸会，你们不会的，我爸爸也会。啊？谁会？我吗？爸爸，我说的对不对？这不对呀，好像谁没上过大学似的，就显着你了。就你那个野鸡大学也配跟我比？哎，你别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哼，我自己的闺女，我自己教。爸爸说的对，李婶上课。哼，不识好歹。
月儿，我们走。把东西你给我拿走。爸爸，不想跟的人走了，咱们继续学习吧。好嘞。爸爸的基础还真是差，是时候让爷爷出场。怎么样，姜糖糖愿意回来吗？别提了，他连东西都不愿意要，直接把我和月儿赶出来了。什么？哎呀，你是怎么跟他说的？哎呀，你别激动，我当然有跟他好好说，但是姜糖糖现在眼里面只有姜寻，我好说歹说都不行。或许就因为我在，姐姐还是很介意。妈妈，要不你把我送走吧，我走了，姐姐就回来了。哎呀，宝贝，这怎么能怪你嘛？都怪姜糖糖不识好歹。要我说，当年就不应该留下他的命，不然……也行了，说这么多有什么用？这几天你给我看好姜寻，马上就是执行总裁的选拔了，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好事儿。好。糖糖，像这个成语填空呢，有很多种可能。你看，像这个先什么后什么，就可以先来后到，先斩后奏，先礼后兵。爸爸，你好厉害，会这么多成语。哎呀，这都是小菜一碟。你爹我刚才就只是没发挥好，还好我机智，直接百度搜题。这下就没我答不出来的题。爸爸，这本作业我都会了。这本作业我还有几道题不会。说吧，还有什么题不会？爸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这道题，如何鉴定翡翠质地的通透度？不是，我说闺女，你们小学还学翡翠鉴定呢？学，而且很重要呢。现在的小学都这么上强度吗？哦，对了，闺女，这样呢，这个翡翠鉴定呢，涉及到很多专业的知识。这样，爸明天给你找一个这方面的家教，怎么样？爸爸，你是不是不会啊？不过没关系。二婶他们应该还没走远，要不我追上去问问？哎，别，这题爸爸会。这样，爸去给你切个苹果，咱们边吃边聊啊。李婶，小小姐，好。这些字儿单个都认识，可这放在一起怎么就看不懂了呢？这翡翠的鉴定，少爷，你想买翡翠啊？那可有我老爷啊！老爷可是大行家。哦，对哦，姜氏可是珠宝集团，这题爸肯定知道。喂，爸，我问你个问题啊，这个翡翠质地的通透度该如何鉴定啊？通透度鉴定？哎，我说你真是姜寻啊！以前嘛，让你学点专业知识啊，就跟要你命一样。儿子，你要是被绑架了，你就可点事儿啊！哎呀，爸，我真没空跟你闹了，你快点告诉我吧！再不告诉我，我闺女都要被别人抢走了。啊？什么？谁敢跟你抢她呢？爸，你就快点告诉我吧！啊！哎，来，吃苹果。爸跟你说啊，这个翡翠质地的通透度啊，俗称种水，分为玻璃种、冰种、糯冰种和豆种。一般呢，用强光手电45度角照射到石头表面，观察光线穿透的这个通透度来确定。哦，
来是这样。爸爸，你太厉害了。那是，你爹我想当年也是学霸，什么98521都不在话下。那爸爸，这个投资决策中的沉没成本又是什么意思呢？乖，爸爸再去给你切点西瓜。哎，来，懂了吗？那爸爸，这个财务管理方面又是什么意思呢？爸再去给你洗点葡萄，来。来，这小子已经连着3天找我了，从企业管理那点事儿到原材料挑选、销售都问了个遍，这是突然转性要奋发图强了。爷，您别伤心，我有办法改灭爸爸。啊？难道这就是糖糖的办法？董事长，关于新任执行总裁的人选，董事会已经提出了初步执行方案。他们怎么说呀？董事会基本支持江澄少爷。当上了执行总裁，就意味着将来要坐上我的位置，掌控整个江氏。你觉得江巡怎么样？江巡少爷，备车，我要去江巡家看看。这个牛鞭效应啊，它其实就是供应链管理里边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供应链末端的微小波动会像甩鞭子一样，沿着那个链条一层一层的向上放大失真。解决的方法呢，就是上下游的信息透明啊。哦，我懂了，爸爸，你真不愧是学霸。哎，小事。好啊，亏我以为他转性了。原来上我这儿现学现卖，回头忽悠闺女来了。不过这小子因为糖糖开始愿意学习了，也是个大好事儿。他脑子不笨，记性也好，说不定还真能学进去。我得好好配合糖糖。那爸爸，还有这道题，这个。那，糖糖，爸再去给你整个榴莲。爸爸，我这3天都吃了那么多的水果了，我都快吃吐了。哎呦喂，那个糖糖，爸爸肚子疼，爸爸先去个厕所。别打了，我在这儿呢。哎，爸，你来的正好，快，你快救救我！这个题还有这怎么解啊？对了，你还得再给我找专业老师，我得补课。你问的这些涉及到制造、企业管理、财务方方面面，一个老师肯定不够。这样吧，难得你想学，我就辛苦亲自教你啊。爷爷太上道了。这翡翠的色根是辨别天然与处理翡翠的核心标志，也是评估价值的关键因素。还得是小小姐的招妙啊！少爷已经跟着老爷学了3天了，活色根、这样能坚持下去。飘花根，少爷不但能大有长进，他们父子的感情也能修复不少。活色根活色根，然后呢？聚色根、飘花根。聚什么飘什么？哎，你慢点儿，还慢呀！这都3天了，这点东西你都学不会吗？还这点东西，你都差点把整个企业运营全塞我脑子里了。哎，小时候教我你就不耐烦，现在还这样。
我告诉你，学生学不会就是老师无能啊！你这个小王八羔子，你说谁无能啊？哎，小王八无能啊！你看我打死你！哎呀，你别跑，我看你不跑！哎，你就是个朽木啊！这点东西学不会，那你扶不上墙。朽木就朽木，你看不上我，我还不学了呢。哎呦，怎么又吵起来了？少爷，小时候就是这样，老爷连打带骂的。后来，少爷就再也不肯学习了。小姐，你快想想办法呀！爷爷，老爷，消消气。糖糖，你有什么事儿啊？爷爷，我有不懂的事情问爸爸。爸爸呢？哎呀，你爸呀，他忙去了。不过没关系啊，糖糖，明天啊，爷爷就给你找一个高高帅帅的新老师来教你，让你爸忙去吧。嘿嘿，老头子要给糖糖找专业老师，我闺女才不会要呢。好啊！不是吧？答应的这么干脆？爷爷，你一定要给我找一个专业又高又帅的老师，这样我就不用一直麻烦爸爸啦。我这心里怎么那么不爽呢？还最专业最帅，哼！再帅能有我帅，再专业能比我讲得明白啊？那是必须的啊！糖糖，我先回去了啊。明天啊，我就让那个新老师啊来教你，好不好？好。糖糖，放学了。哎，那糖糖，今天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爸爸教你的？问题倒是有。那本书的知识点我可全会了。糖糖看我对答如流，一定会觉得我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帅的。不过爸爸，爷爷说明天给我请一位又高又帅的老师，我明天问老师就好了。不是，那爸爸，以后你可以安心出去玩，我可以跟老师学习。糖糖，好了，我先回去预习啦，要给老师留个好印象。糖糖，糖糖，小姐，哎呀，小姐，少爷本来就是要破罐子破摔，你怎么反倒让他出去玩啊？这不是越推越远吗？唉，丽珊，书上说做事需要讲究方式方法，爸爸正和爷爷赌气呢。就算这次解决了，下次迟早还会发生的，所以我得欲擒故纵。爸爸，以后你可以安心出去玩，我可以跟老师学习。糖糖愿意放我出去玩，我应该很开心才对呀。可我为什么这么焦虑呢？哎呀，不管了，先出去玩2天。丽珊，你说我送的礼物，老师喜不喜欢呀？您这么用心准备，他一定喜欢的。那我再去多准备一点。快去。少爷，你怎么起这么早？你也要给新老师准备礼物呀？我准备个屁呀！糖糖都没有给我准备过礼物，就那么喜欢那个新老师吗？俗话说，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这老师也算大半个父亲。小小姐重视点也正常呀。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是父，那我是啥？养父呀。您又不是小小姐亲生父亲。少爷，您现在的地位很危险哦。不行，我得去找老爷子，瞎派什么人跟我抢地位？时间也差不多了，臭小子呀，该来了。爸，什么事儿啊？那个，你帮我个忙呗，你别给糖糖找老师了，以后还是我教他。你教他？嗨，你都学不会，你拿什么教他？算了啊，还是找老师吧。不是，找什么老师呀？那老师到位了，我这个当爹的在糖糖心里面就没地位了。那个，要不爸还是跟之前那样，您教我，我教他。我可没那闲工夫。爸，你看我带，你怎么在这儿？关你屁事啊！妈说的果然没错，江巡和爸最近果然关系密切，我得赶紧哄好爸。爸，你看，这是我刚收回来的一本古籍，这上面记载了很多大凤朝皇室珠宝，应该是当时的皇家工匠所铸。我这不是想着咱们公司最近要做这个大凤朝珠宝复刻嘛，这个应该能帮点忙。爸，您看我上次这个事儿，您就原谅我呗。看到没有，这求人啊，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啊。行。只要您不给糖糖找老师，您想要什么态度，您提。爸，您要给糖糖找老师啊？那找我呀，我肯定尽心尽力的把糖糖培育成才。你放屁！交给你，你怕不是送糖糖去当童养媳？你别胡说八道！行，你们俩都别吵了。你们俩争着教糖糖，实际上就是争着当糖糖的爹。这孩子非同一般。要想当他的爹啊，还得拿出点真本事来。这样吧，现在国家博物馆正在复刻大凤皇朝的皇室珠宝，咱们江氏对这个项目势在必得。你们俩各出一份方案，谁拿下这个项目，糖糖的抚养权就交给谁。老头子这是明摆着放水呀！和这个废物比方案，我赢定了。行，爸，我同意。但是不知道大哥敢不敢接呀？爸，您这个决定，糖糖知道吗？糖糖，他当然知道了，他而且啊还很赞成呢。大哥，你这么问，就是纯属给自己找人自责。这糖糖是多么有主见的一个孩子呀！这么大的事儿，你觉得还能瞒过他？依我看呀，这糖糖就是主动提出来这个方案的，为的呀，就是换你这个废物爹。我这次啊，要是再输给你，我就翻着跟头吃屎。你就等着把糖糖送回我身边吧。这糖糖就是主动提出来这个方案的，为的呀，就是换了你这个废物爹。或许糖糖早就看出来我根本什么都不会，他那么聪明伶俐，可能早就嫌弃我了吧。爸爸，糖糖，爸爸，你去哪儿了呀？爸爸去你爷爷那儿了。糖糖，你知道爷爷要重新决定你的抚养权的事儿吗？我知道呀，爷爷之前就问过我的意见了。爸爸，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好机会？当然了，二叔他们
一直不死心纠缠我们。这次爸爸一定要大展雄风，让他们彻底死了这份心。所以，糖糖，你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回江辰那儿？完全没有，爸爸，你一定能赢的，你比二叔强100倍。二叔会的你会，二叔不会的你也会。完蛋，我会个屁呀！爸爸，我说的对不对？对，糖糖，你放心，爸爸这一次一定让他们都死了这条心。爸爸，这是爷爷派人送过来的计划书，你快看看。爸爸这么厉害，这个肯定是小儿科啊。这些东西，项目选材对翡翠质地通透度要求严格，必须为玻璃种帝王绿翡翠。为了保证项目取得最大化效益，必须严格把控供应链管理、上下游信息，务必透明化。哎，这不就是翡翠材质的鉴定和牛鞭效应吗？这我都会啊，一点都不难。这本我都看得懂，这是爸爸教过我的，对爸爸来说肯定是小菜一碟。那是必须的，包在我身上，爸爸一定赢下这次项目。到时候啊，爸爸带你看二叔他倒立旋风吃屎，让他吃，让他满满的吃。爸爸，你先研究着，我先去写作业啦。去吧，有不会的爸爸教你。耶！哎呀，糖糖，你这剧本啊，真的是神了！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把那野马给套上龙头了。没有爷爷的配合，我这剧本再好，爸爸哪有这么容易相信啊？哎呀，这次啊，你算是帮了爷爷一个大忙啊！哎，我这3个儿女啊，一个比一个不靠谱。这老大啊，不学无术。这老二骄傲自负，这老三呀又生了一个脾气古怪，哎，只痴迷研究古代文化，哎，简直让人绝望啊！哎，不过啊，这盐碱地里居然长出你这个好苗子，哎呀，真是祖宗保佑啊！祖宗保佑吗？我姓姜，爷爷姓姜，说不定我还真是爷爷的老祖宗呢。哎呀，看到你爸知道努力啊，这爷爷啊就放心了。那爷爷就先回去了啊。爷爷，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啊，这还要帮什么忙啊？我已经对你爸呀开了很多次绿灯了，再放水啊，这可就不公平了。但爸爸也帮你忙了呀，我故意让奶奶知道。爸爸去公司找你了，借此拔掉二叔埋在你身边眼线。嘿嘿，你这小机灵鬼啊，什么都逃不过你的眼。爷爷，你看糖糖都帮你一勺鸟了，就再帮一个小妈妈，最后一个。好，爷爷啊，就再帮你一个忙啊，你说吧。这个项目如果想要顺利进行的话，必须要取得博物馆馆长的授权才行，但我找不到这个院长的联系方式。爷爷，你有办法吗？哎呀，这个馆长啊很神秘，这爷爷也没见过。不过我听说孙大师啊有他的联系方式，你可以去找孙大师帮忙。最近啊，这孙大师啊也行踪不定，你找起来恐怕得费点功夫啊。谢谢爷爷。这件事我会想办法的。哎，好，那爷爷就先回去了。再见啊！再见。好。谁来了？难道是我眼花了？糖糖，你怎么了？找什么呢？没事，我只是有点饿了，在这找吃的。啊？找吃的？
爸爸，你的项目书看完了吗？看是看完了，不过这个项目想要顺利进行，必须得有博物馆的授权。可是我不知道去哪儿联系这个馆长。找孙大师就好了，他知道馆长在哪儿。但糖糖，你说真的，找孙大师就行？那就好办了。我认识一个人，他肯定知道孙大师在哪儿。走。糖糖，给你介绍一下，这是爸爸的好哥们儿孙大师的孙子孙子，找到他就能找到孙大师。孙子，你爷呢？说1万遍别叫我孙子，别纠结那些细节。孙子，你爷呢？那老头正忙着呢。最近那老头啊，迷上了赌石。有一个人说卖给他一个大凤巢的玉石，听说是江离公主的最爱啊。我用过它。孙子叔叔，你快带我们去看看。都说了别叫我孙子。孙老，你看我这块料子，正宗的莫西沙老黄皮，擦窗9线玻璃种，绝对是极品帝王器啊！据说当年大凤巢的江离公主连睡觉都搂着它，几经几百年还保持原貌。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有这么一个爱好啊！实不相瞒，这个东西还有一个玄妙之处，从来不跟外人讲。你听一下，是不是这意思？你有乐器在隐约出现？是，果然有啊！这曲子啊，似有若无，就好像是古筝一般。对了，据说当年江离公主天天搂着它睡觉，夜有所感，才能做出这么多美妙的作品。原来如此，原来这个就是江离公主的灵感源泉吗？这宝贝我要了，多少钱？哎呦，孙老，谈钱就太俗了。这个东西在市面上值5个亿，您嘛500万就成，就当我为艺术做贡献了。500万就500万，我买。你被忽悠了，孙老师，你被骗了。这块不是真的玉石料子，是假货。是假货。假货？你懂什么？在这里胡说八道！我这是经过鉴定的，价值连城。你放屁！真正的莫西沙老橡皮，皮质表面沙粒细密直立，摸上去会有针扎刺感。哎，你摸摸，有什么感觉？有点掉粉儿。造假水泥皮当然掉粉。这个材料经过几百人把玩，皮壳自然没有那么粗糙。这不是说的玉面破水必具成珠，这水怎么都流下来了？因为这上面打了一层蜡。现在你们再看看，这原来真是假的。那刚才传出来的乐曲是怎么回事？哎呦，原来假料子里塞了个蓝牙音箱啊！老子打死你个龟孙儿！这打死你个龟孙儿！看不出来呀，徐少，你啥时候有这本事了？咱们哥们儿不是说好了一起躺平吗？
谁跟你们是一丘之貉？我之前那是深藏不露。嘿，这些日子爸爸魔鬼训练，果然没有白费。爸爸这么有天赋，我的卷蝶计划离成功不远了。哎呀，幸亏你们来了，要不然我的钱就全部打了水漂。哎，对了，你们也是来赌石吗？宋爷爷，我们是专门来找您的。一是上次答应您曲谱给您，另一件事就是想请您帮忙引荐一下国家博物馆馆长。我和爸爸想和他聊个合作。土包子就是土包子。你还想拿着一本破手抄谱，就想让孙大师引荐博物馆馆长，真是白日做梦。学着点儿，看看我是怎么求人办事的。孙大师，我的来意你也清楚，只要您能帮我引荐到博物馆馆长，这些人都可以为您所用。王五，缅甸矿场赌石高手，开石银石，从无败绩。赵六，苏富比的鉴宝专家，最擅长鉴定古董珠宝。李四，武术专家，20年的童子功。如果有哪个不长眼的想要欺骗你，李四包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怎么样，孙大师，这个交易您还满意吗？你们要去找馆长，来找我，不起什么作用啊。我们这个馆长啊，脾气古怪，他要见谁，得他情愿才行。他还有个规矩，1个月就只见1个人。那你引荐我呀，我可以给馆长送好多好多礼物，他一定会愿意见我的。你还挺卖力呀！那当然，我可是爸爸的女儿，爸爸有需要，我当然要努力帮忙。哦，原来是帮你爸爸。那你知道你爸爸为什么要抢这个项目吗？为什么？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我爸爸可是江氏未来的继承人，他要这个项目，当然是为了江氏的发展。像你这种土包子，根本就理解不了。啊，对，你理解，你可太理解你爹了。孙大师，求求您了，你就帮我这一次吧。这次爸爸很重视，只要您能帮我引荐到博物馆馆长，条件你随便开，求求您了。这些天，爸爸看到我都叹气。只要我能遇到博物馆馆长，爸爸一定会很高兴，重新宠爱我的。关键，你说江月儿要是知道他爸费尽心思抢项目，实际上是为了把你给抢回去，不得哭晕在厕所啊？你笑什么笑？我笑是因为我来找博物馆馆长，我爸爸陪我，你没得陪。我爸爸是太忙了，等我约到博物馆馆长，他也会来陪我的。到时候我就让爸爸像以前一样狠狠地教训你。妹妹，不要，我不要让爸爸教训我。不要，我不要让爸爸教训我。对不起，妹妹，我刚刚说错话了。哼，现在知道了。哼，晚了。等我爸爸继承了江氏，我就让他把你们都赶出去。我知道错了，要不我们去那儿找你好好道歉。行。糖糖，说吧，怎么道歉？是跪下呢，还是给我磕几个头？这是我第一次警告你，你下次还敢来的，就狠狠地揍你。你等着，我要告诉爸妈，他们不会饶过你的。你爸妈？你别天真了，你就是个养女，他们连我这个亲生女儿都惹气。你觉得他们对你有几分爱呢？
我跟你不一样，我不是养女，我是爸爸妈妈的亲生女儿。你才是野种，是大伯那个废物的女儿。你说什么？我什么都没说，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不说我就再走。唐唐，唐唐，不能让爸爸看见我打人。这孩子跑哪儿去了？该不会被江月欺负了吧？唐唐，你没事吧？江月有没有欺负你？要是欺负你了，你记得跟爸爸说。是他，那天在家里偷听的那个女人。爸爸，快追住那个女人！哎，唐唐，说是谁？你想干什么？你想跟踪我们？那个，我只是路过，没有跟踪你们，我先走。路过，穿成这样子，像路过。爸爸，哎咱们混合双打，看他说不说是吧？好嘞。哎，别别，你是江婷？啥？老三，你就别装了，你手臂上这个纹身，我一看就知道是你。说，装神弄鬼的，你想干什么？大哥，你眼神还真好啊！姑姑，真的是你啊？你为什么要穿成这样跟踪我们呀？我这哪是跟踪啊？你们不是要找我吗？我这叫主动送货上门啊！啊，姑姑，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国家博物馆馆长。馆长，您挺喝茶。原来博物馆馆长真的是姑姑。姑姑为什么要隐藏自己的身份？还有，为什么要搞这么一出呢？哼，还能是为什么？他跟老二可是一个妈生的，当然是为了帮老二对付我们呗。我说大哥，你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就你肚子里那点墨水，值得我出手？我所有的安排啊，都是为了我的宝贝侄女儿糖糖啦。因为我，因为我闺女。糖糖，你不是一直想要找一个老师吗？那姑姑我来当你的老师怎么样？不怎么样。告诉你江婷，别动歪心思，想帮老二对付我们。就老二，他配吗？我这是爱惜人才。糖糖，姑姑我呢可是国家博物馆馆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通历史。让姑姑我来当你的老师，那你就是搭上了985的直通车了。我闺女未必学文科呀。理科，哈，那就太简单了。找他，当年的理科状元，现在的理工大学的教授，他要是不把你补到750，我就叫他提头来见。必须的，包的750啊！哈，包你个头，包的。本来我还担心爸爸危机感不够，这下好了，危机感直接拉满。别打了。只要我老爸教我老爸博古通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经纶，语数外，政史地，物化生，德智体美劳，我老爸都会，对不对？对。完了，就按我闺女这标准，我什么时候才能学到头啊？你们两个什么意思？我是来代表博物馆跟你签合同的。我是你兄弟，当然要帮你了。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哎呀，我们糖糖这头发又黑又顺又漂亮，只可惜啊，摊上了这么个爹。
点儿都不靠谱。把这么漂亮的小丫头养得这么糙，当初啊，你还不如让姑姑我做妈妈呢。呵，你现在在这说风凉话，当初是你说要送糖糖去当童养媳，现在又跑过来忽悠她，你哪来的脸呢？老二留着糖糖那是别有目的，我不这么说怎么把糖糖捞出来？待在哪儿都比待在江城家好，对吗？对，姑说的对，在哪儿都比那个鬼地方强。大哥，你可听到了？你可得好好努力啊！这个项目要是输了，糖糖可又要回到那个鬼地方了。我当然会努力了，不过，哎呀，不过这个项目也太难了，什么发冠、复刻、捏丝工艺，哎呀，这也太复杂了。我又不是不会帮你，你急什么呀？你愿意帮我？我可不是为了帮你啊，我只是不想让糖糖再回那个火坑了。其实当初我跟赵家已经商量好了，只要把你带出来，就送你出国读书，并不是真的想让你跟赵家联姻。不过现在这样也好，也算是缘分吧。姑姑她好像还有什么没说出口。婷婷，之前是哥误会你了，你还不计前嫌的帮哥，哥无以为报，来抱抱。你别过来，来嘛，抱抱。哎，稳呐！我可不会直接帮你，你得自己学。哎呀，放心吧，我能学。大哥，开弓可没有回头箭，跟我们俩学，你可要付出100倍的努力才行。就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好，就等你这句话。来人！要想复刻出江离公主的发冠，不仅要复刻她的外形，更要复刻出她的灵魂。这是我为你准备的特殊的教材，历史、美术史、绘画、雕塑，还有3D 建模。大宋朝的历史呢，有1000多年左右，而且呢，他们的公主生的发冠呢，那也是相当的。相当的悠久。我们要想复刻这个发冠呢，必须呢得先让它在油锅里面煮上18个次，然后呢再给它狠狠的凿。这是干什么啊？头悬梁啊！嗨呀，这头悬梁叫刻苦，你这脖悬梁这叫自尽啊！你这是……没事儿，反正都一样。哎，你看你个，嗯，哎，有一脚都别动，这样。爸爸，糖糖，你睡醒了？爸爸，你不会一晚上都在学习吧？当然。那怎么可能呢？哎，那个，这些东西对爸爸来说都很简单，除了，有那么一点点小问题。苍雪铃铛罐。对，这一次我们要复刻的是那位江离公主在吉祭礼上戴的苍雪铃兰冠。可是现在这个资料里面对于苍雪铃兰冠的记载只有一个架子，颜色、形状这些都没有，我实在也是不知道如何下手啊。既然这个名字叫做苍雪铃兰冠，那或许底色应该是白色和蓝色为主，辅以铃兰花、雪山纹样，才和冠冕名字相配。啊，不愧是我闺女，一句话就说到重点了。这苍雪铃兰冠肯定就是你说的那样。爸爸这句话，前世苍雪铃兰冠
是由父皇亲自为我设计而成。而这一世，苍雪铃兰观依然有我的父亲亲手重现，真好。姑姑，我有件事想问你。过来吧。你是想问我大凤朝后来的结局吗？我查询过很多资料，可是关于大凤朝记载特别少。姑姑，你研究历史那么多年，你应该对大凤朝记载很了解吧？你这孩子怎么跟大凤朝这么有缘？不过我当时注意到你也是因为这个。那好吧，那姑姑我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大凤朝是一个很神秘的朝代，它的文字记载非常少。不过根据仅有的文字资料记载，大凤朝是一个极度繁荣昌盛的朝代，君主贤明，百姓安居乐业。其中最著名的君王就是大凤朝的皇帝姜玉和他那才华惊艳绝伦的嫡公主姜离。正因为有了他们两个，才让大凤朝在历史上有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姑姑，我知道了，谢谢你。哎，不能这样，慢慢搅，小心烫着。哎，好好好，少爷要是喝到小小姐亲手煲的补汤，肯定会更有动力的。依莎，啊，来，碗给你备好了。外边啊。依莎，我去送他啦。哎呀，怎么画都不对，怎么办啊？爸爸，你怎么了？糖糖，爸爸是不是很没用啊？我设计了这么多版，可怎么都设计不出想要的感觉。爸爸，你已经很棒了。你看，你都设计出了这么多版了，你离成功已经差这么点了。差一点，有时候一步之遥就是天堑。爸爸，你别心急，你设计的已经很棒了，只是还差一样东西。差什么？根据历史记载，姜丽公主这理发馆是由她的父皇亲自设计，里面凝聚着父亲对女儿最深切的祝福和爱。爸爸，你可以试着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设计，也许一切会不一样。爸爸的样子看起来好累啊！我一直想要望父成龙，可这一切都是他想要的吗？我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对吗？爸爸，你别有压力，反正我只是让你当我爸爸。万一比赛输了，我们偷偷溜走就好了。傻丫头，爸爸怎么会这么做呢？爸爸一定要光明正大的赢得比赛，赢得做你父亲的资格。放心吧，闺女，爸爸已经有思路了。哎，闺女，你手腕上也有一颗梅花痣，你看，爸爸也有。你才是野种，是大伯那个废物的女儿。这是不是就说明，这就是咱们爷俩的缘分？爸爸，你9年前的孩子确定去世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肯定也像你现在这么大，这么漂亮了。所以，我并不是爸爸的亲生女儿。
不过没关系，老天还是很眷顾爸爸的，给了我你这么一个大宝贝，我已经很知足了。爸爸，我陪你一起设计吧。好。虽然爸爸说那个孩子去世了，可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相信吧，闺女，爸爸一定会赢得比赛。我搞定了！啊，你看，江离公主的苍雪铃兰冠，我设计出来了。不是，你们什么意思？这给点反应啊！我设计的难道不行吗？说话，说话，小孩子，说话！爸爸，你设计的真棒。不过这最终解释权还是在老爷子那边，我们夸好也没用啊。门在那儿，我这就去。等我好消息。耶！爸爸这次赢定了！爸爸真的画出了我的苍雪铃兰冠。大哥，你别告诉我说你是来送设计图的，就你这三流能力，还是别上去丢人现眼了吧。哪儿来的狗乱吠？滚远点！江水，我告诉你，我专门请了日子还有棒子的设计大师团队，他们个个都拿过国际设计大奖，想赢过我呀，是做梦。你就这吃屎啊！赶紧跟上，别把他抢先。爸，到底哪份设计图更好？您倒是说呀！这大哥要是不行，您也就直说。别卖关子了，到底谁输谁赢？给个痛快话。这2份稿子啊，都符合我对苍雪铃兰冠的想象，难分伯仲呀！难分伯仲？这怎么可能？那比赛到底算谁赢啊？不如加赛一场，一决胜负。加赛？什么意思啊？你们俩回去自己制作设计的发冠，并找好模特。1周后，我会举办一场宴会，到时候让你们的模特带上你们设计的发冠上台，谁更像江离公主几分，谁就取得胜利。太离谱了！咱们花大价钱请的设计师团队的设计，居然跟江巡那个草包的设计难分伯仲，老爷子简直就是在给老大放水嘛！行了，现在就不要说这些废话了，要紧的是赢了比赛。妈说的对，只是现在到哪儿去找这个模特呢？还得像江离公主一样。爸爸，我可以啊！我已经学会了完整的云外轻曲，只要我在宴会上带着苍雪铃兰冠，再演奏云外轻曲，那还会有人比我更像江离公主吗？哎呦，爸爸的小鱼儿可真聪明呀！咱们就这么办，等你帮爸爸赢了比赛，爸爸呀送你一个100克拉的大粉钻。放心吧，爸爸，我一定可以。果然，只要我能帮到爸爸，爸爸就会一如既往的宠爱我。江糖糖，你等着吧，我一定要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这老爷子出的题和指定让糖糖赢有什么区别？就咱糖糖这气质，到时候礼服一穿，发冠一戴，就活脱脱是江离公主亲临现场，赢定了。闺女，闺女啊，到时候你就正常发挥，爸相信你一定能赢。我去演奏古筝没问题，仅仅演奏古筝还不够，
还差一样东西，这个表演才够完美。还差一样东西，这古筝、礼服、发冠都有了呀，还差什么？笛子。笛子。营外金曲本是江离公主给她的父皇生辰所作，寿宴当天，公主抚筝，皇帝吹笛，征笛和鸣，天下水，共潮生。原来如此啊！我就说我爷爷说这曲子总差点啥，原来差笛子呀！那谁来吹？谁吹？我来吹。爸爸加油！加油！老爷子气质越来越好啊！姜老爷子这次玩的可真够绝的，居然用这种方式来定胜负。哼，这明面上是公开角逐，实际上是想要昭告天下，谁赢了这场比赛，谁就能获得他的商业帝国，真是让人拭目以待啊！月儿这古筝是我专门从国外的拍卖行里拍回来的古董，再加上我从国外请来的妆造大师，这次啊，月儿一定。那肯定，别说江群那个草包，就算是大凤那个江离在世，也比不上我们月儿。老公，预祝我们拿下江氏集团，干杯！他们越狂，这出戏就越好看。等着吧，好戏要开场。吉时已到，比赛正式开始。首先由江月儿小姐出场演奏《云外轻音曲》。真不错啊！原以为上次寿宴上江糖糖的演奏已是一绝，没想到江月儿竟然丝毫不逊色。什么波动？没想到江月儿能把云外轻音曲弹得这么好，再加上她这身冠华服，简直就好像来到几百年前的大风宫廷一般。江月儿的演奏已经如此完美，不知道一会儿江糖糖会是如何，恐怕她很难超越江月儿了。真好，江糖糖，你会弹云外轻音曲就行了。我日日勤学苦练，早已超越了你。这次我赢定了。月儿这次的表现堪称完美，这次比赛已经毫无悬念了。不过江群这缩头乌龟怎么还没来？看来啊，也是怕了我们的实力。哎，是啊，这阿寻怎么一直没出现呢？比赛继续。好。接下来有请江糖糖小姐演奏《云外轻音曲》。这也太美了吧！江糖糖这一身比江月儿更像古代公主，她戴的这顶苍雪岭南冠，比江月儿更符合我心中对古代公主发冠的想象。怎么可能？江糖糖的那个土妞居然这么有气势！有气势又怎么样？她能赢过我们月儿吗？她最多不过就是像寿宴当天一样中规中矩的把琴弹完罢了。想赢过月儿，她是做梦。果然，江月儿珠玉在前，江糖糖怕是很难超越了。是啊，之前已经听过一遍，再听已经没有这么惊艳了。哼，小丑！
哎呀，这简直不得了啊！这个。好，争敌和民，天下之水共潮生，这才是真正的云外听音曲呀！这是江离公主真正的云外听音曲呀！好，非常好，我宣布，本次比赛的获胜者是江糖糖、江巡。什么？宝贝女儿太棒了！不可能，我怎么会输？我怎么可能会输？爸，这不公平呀！怎么就不公平了？你倒是说说看啦！爸，就算江糖糖今天的表演更胜一筹，但今天我们比的是对法官的复刻。这个法官是我专门请国际设计团队以及所有的设计师来设计的，他们所有人都说这是他们印象中最符合我国传统艺术的艺术品。就连这块宝石，我都是专门请着欧洲的工匠来雕刻，用的是最新的雕刻技术。连美洲的圣保罗大师都说了，这是他平生见过最美的艺术品。你可闭嘴吧！你可闭嘴吧！什么保罗波罗？你一口一个外国设计欧洲雕刻，可那又是什么狗屁东西？比得上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工艺吗？没错，这一次项目的重点确实是发冠的雕刻，可你别忘了，这苍雪铃兰冠也是我国传统文化工艺的瑰宝之一，更代表了大凤王朝这个灿烂辉煌时代的工艺。要想复刻它，必须采用我们自己的古法工艺。你放屁！我这个设计可是经过国际认可的。国际认可？你的国际认可就是崇洋媚外，我们国风才会对你。好，说得好！爸爸，你也太棒了吧！不愧是我爸爸，嘿嘿。那必须的，看来我这个儿子终于成熟了。阿成啊，你该回去好好想想，这个项目我决定交给江巡全权负责，并且由他出任江氏集团的执行总裁。你不是我说老爷子，你有完没完了？一个项目就已经够我折腾的了，还当什么执行总裁？你真当我是牛马？我都没时间陪我闺女了。我说你小子得了便宜还卖乖啊！你知不知道执行总裁的含金量吗？爸爸，你没事，以后我天天陪你直播的。还是我闺女心疼我。爸爸，什么传统工艺，国风，这些上不了台面的玩意儿，老爷子是疯了吗？这么护着这个草包。老公，你别急，明天让咱妈和爸再说一下，再争取一下啊。执行总裁，都归江巡，我哪是问题啊？这只是一场比赛，不用着急。可是我才是你的女儿啊！女儿怎么了啊？你天天在老爷子面前花，连讨个欢心都没有，这么多年来只拿到1%的股份，你可是什么女儿呢？你就是个废物！看我江糖糖啊！要是没有他，江巡是个什么东西？没事，月儿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你怎么能这样跟她讲话呢？要怪就怪你自己，9年前为什么不直接弄死那个江糖糖？弄死？对呀，我怎么不弄死他？江巡就是个废物，江氏就是我。来，老姜。拿走，不学，就看一眼。你怎么这样啊？刚赢了比赛就摆烂，你这个样子怎么当执行总裁？哎呀，当什么执行总裁呀？我才不去给老爷子当牛做马呢！我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保住我闺女，现在已经成功了，那我还努力什么呢？
至于那个江氏啊，之后爱是谁的是谁的，跟我没有关系。看来只凭借外力是没有办法一直让人努力的，所以我得想一个办法。让爸爸自发奋进。我找你有事，出来聊聊。你看，这么晚，他一个人找你出去，会有什么事儿？肯定有事江神那小子想在背后捣鬼。走，姑姑陪你去看看。哎，我有个好主意，你下来。可以。喂，找有什么事？叫救护车！糖糖，对不起，都是爸爸不好，爸爸只顾着玩，没有照顾好你。大哥，检查报告单出来了。糖糖的结果怎么样了？他身体还好，伤口也不算深，只是糖糖受到了严重惊吓，所以才一直醒不过来。都是江月儿害的。你在这照顾好糖糖，我去把江月儿抓回来。大哥，你该不会是忘了江月儿的年龄吧？她是未成年。而且他的母亲谢如烟已经借助谢家的权势封锁了消息，就连咱爸都不知道这个事。你别说想教训背后黑手江澄，就是江月儿，你都奈何不了。大哥，即使你现在是江氏的执行总裁，依然没有足够的能力维护好你的女儿。糖糖，她又出色，又拥有大额财富，她是所有人眼中的肉。如果你不能拥有足以压倒所有人的权势，江雪，你就保护不好他。糖糖，你放心，爸爸一定会拿下江氏，让江澄他们付出代价。心改则是易，望夫成龙之愿已成。我现在就需要搞清一件事：爸爸和我到底是不是亲生父？堂姐啊，你这计谋可真是绝呀！你都不知道，我荀少那真是阎王附体啊！好家伙，那佛挡杀佛，人挡杀人呐！江澄那孙子根本不是我荀少的对手，什么贪污公款、玩弄下属、弄虚作假，哎，都被我荀少给揪出来了。江老爷子一听到，恨不得把江澄一刀给剁了。还有那什么哦，谢如烟，还有江月儿也都被赶出了江家。不仅这样啊，你爸还把9年前那件事给调查清楚了。当年啊，就是江澄故意设计下药陷害你爸爸，还把那个孩子给带走了。你说这江澄嘴巴也真够硬的，都被以教唆杀人罪给送进去了，还死活不肯说那孩子究竟被他藏在哪里。不愧是我老婆，雷厉风行，这么快就把坏人止住了，真厉害呀！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夸我。上。哎呀，闺女夸的真好听，再夸几句给爸爸听听呗。夸你个屁呀！你也不看你自己做了什么好事。你说你要去教训江澄，你把他关到家里往死里整不就行了吗？你干嘛非得把他送进去？人家江澄好歹也是糖糖的亲爹，这亲爹坐牢
多少对唐唐都会有点影响。啊，我倒把这事儿给忘了。那我现在就去捞人，把他关家里整。来，哎，等等啊！谁说江辰是我的爸爸呢？糖糖，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丽婶，爸爸，这是医院刚送下来的亲子鉴定，你要不要看看？这是我和你的。这。糖糖，这之前江月儿说我根本不是江辰的女儿，后来我又发现我手上有着同样的梅花痣，所以住院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做了亲子鉴定，结果事实真的是我猜想的那样。9年前，江辰把我藏在乡下，想要拿捏爸爸，没想到爷爷发现了我的存在。他担心事情败露，就说我和江月儿报错了，但我根本不是他的女儿，你才是我的亲生父亲。糖糖，你真的是我女儿。太好了。